相传在台湾地区流传着一种传说，只要带着生辰八字向上仙祷告，就能满足你一切愿望并清除所有煞气。人们称这种仪式为化解。默默已经向上仙祷告，祝所有粉丝2024顺风顺水，年年发大财。电影开始，一位神情恍惚女人走进佛堂，把自己的生辰八字交给上仙，祈求他开坛做法复活自己不幸夭折的女儿。但化解是要汇出代价的。他才不到1岁，把我把爱给带回来，你要我怎么玩都可以，我怎么玩都可以。师兄听后这才接过他手中的生辰八字，只见法师念出一段咒语后，将灰烬撒入碗中，然后命令女人将其喝下。只要按照上仙的指示，所有劫难都会圆满化解。谁知下一秒，女人却突然抽搐起来，口吐鲜血，样子极其恐怖。感谢上仙慈悲，帮助一切众生。从此以后，女人便人间蒸发。为了找到姑妈的下落，女主羽凡决定在中元节这天举行化劫仪式，因为姑妈是她唯一的亲人，父母死后都是姑妈将她一手养大。男孩名叫阿呆，不仅是万应宫的未来继承人，还是拥有神臂的天命之子。他一直暗恋着羽凡，甚至连做梦都是他的影子。为了帮女神完成心愿，阿呆决定请干妈鼎力相助，而他的干妈竟是家里供奉的顺天圣母。晚上，阿呆决定偷偷将神像带走，动手前他还不忘用吊杯算上卦，结果显示是大凶之兆。但为了女神，他决定放手一搏。结果刚离开佛堂里面的灯光就突然熄灭，暗示着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。镜头一转，阿呆成功和好友会合，准备一起前往约定地点。可没走2步，他就听到身后传来公公公的声响，一转头正好看到3个诡异的身影，而为首的女人正是羽凡的姑姑。阿呆见状果断追了上去，随后来到一处寺庙，发现法师正在用香火抽打生前女人，仿佛在进行某种招魂仪式。另一边，羽凡和朋友们已经来到约定地点，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却迟迟不见阿呆的身影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，小帅带着佛像及时赶到，并将阿呆失踪的事告诉了他们，表示今晚煞气极重，建议他停止化劫，而且阿呆没来，神明也请不出来。这时一位眼镜男表示神灵根本不需要请，时辰到了他自然就会出来。说完把他自己带来的神像摆在祭坛中央，让他们坐在五芒星的一角，立即开坛做法。只见眼镜男将生辰八字烧掉后，将里面的符水一饮而尽，下一秒全身抽搐起来，仿佛被邪灵附身。随后走到众人面前，将灰烬撒入碗中，让他们喝掉里面的圣水。随后所有人全部抽搐起来，像中邪一样请神明给自己化解，但化劫是需要偿还的，他们将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求上天保佑，保佑我姑姑龙水要能够平安回家。看来眼镜男和蛊惑姑姑的巫师都是同道中人，就连使用的黑魔法都如出一辙。小帅看着诡异的场景，预感大事不妙，并没喝下所谓的圣水。学长发现后，一把将他扑倒在地，强迫他喝下。紧急时刻，阿呆及时赶到，启用麒麟臂将恶魔一击退。看着祭坛上鬼神像，阿呆赶紧让小帅把他交给父亲，而自己则带着昏迷的羽凡返回家中，把他放进装满浴缸后，在上面撒满符咒，然后把整只麒麟臂放入水中，把羽凡救回来。第二天，羽凡恢复了正常，可奇怪的是，阿呆身上满是血渍。原来几年前两人在一起约会时，羽凡突然被邪灵附身，举起手中的剪刀刺向阿呆。紧急时刻，母亲及时赶到，驱除邪祟后成功解除了危机。可让羽凡感到奇怪的是，阿呆多年的伤口为何会再次流出鲜血？为了不连累阿呆，他希望两人保持距离，因为在别人眼里他就是丧门星，人们都认为是他害死了家人。羽凡离开后，阿呆找到父亲，没想到刚一见面就被臭骂了一顿。原来他们昨晚带回的是一尊邪像，幸好父亲及时用符咒将其封印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为了安全起见，父亲交给他一块护身符，让他今后远离王羽凡，因为他属水性，命中注定克他的火象。另一边，羽凡回到家后，竟看到失踪的姑姑出现在自己面前，并感谢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。羽凡以为是昨晚的法事起了作用，激动的和姑妈紧紧的相拥在一起，完全没注意到姑妈冰冷的表情和他鼻子里还流出的鲜血。其实这一切都是姑父在背后捣鬼，用羽凡的生辰八字和邪灵交换，才让妻子起死回生。可从那以后，诡异的事情接连发生。自从那晚参加完化劫仪式后，学姐就变得神情恍惚，眼圈发黑，仿佛完全变了个人一样。在空手道比赛中，更是对羽凡疯狂进攻，用沙包大拳头直接将羽凡砸晕了过去。然而下一秒，学姐突然口吐鲜血，暴毙而亡。第二天，阿呆和小帅来看望羽凡，
不料被姑父无情拒绝。阿呆看着姑妈冰冷的表情，感到不对劲，离开前将自己的护身符摘下，让姑父帮忙转交给羽凡。深夜，眼镜男接到一个神秘电话，接听后里面竟传来一阵凄惨的叫声，男孩被吓坏了，不断向邪神道歉。我只是想要化解而已，对不起了。紧接着水龙头里流出大量血水，下一秒眼镜男口吐鲜血，献上一段惊艳的舞蹈。最后在邪灵的控制下钻进衣柜暴毙而亡。第二天，阿呆三人来到社团，在地上看到一具血淋淋的尸体，羽凡瞬间被吓得亚麻呆住，感觉那晚参加仪式的人全部被邪灵盯上。果然到了晚上，学长这边就发生了意外。挣脱束缚后，学长气势汹汹地跑到社团，准备找教练算账，而他正是羽凡的姑父。大家的八字都烧了，我都照做了。当初说好要帮我化的劫呢？有什么事好好说啊！原来那场化劫仪式都是教练的阴谋，为了找回妻子，他烧掉了所有人的生辰八字，将他们献祭给恶魔。学长得知真相后愤怒不已，冲上前准备和人渣同归于尽，结果还没出手就被邪灵索命，用刀疯狂地刺向自己。教练被恐怖的一幕吓得夺门而逃。阿呆为了拯救羽凡，将他带到自家祠堂。母亲表示他们带回的邪神只是万应宫用来欺骗信徒的傀儡，原本那里只是一间小作坊，当初还是父亲帮他们请的神，没想到如今却变成一座阴庙，用妖假扮成上仙，欺骗那些执迷不悟的信徒去求化解，利用他们的贪念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。一旦让他找到可以降生的肉体，便会重返人间。这时阿呆忽然想起那天进入万应宫时，信徒祭拜的女人就是羽凡的姑妈，看来她就是邪灵寻找的肉身。此时姑妈早就在家里摆好祭坛，在巫师的蛊惑下彻底魔化，以诡异的姿势在地上爬行。男人被吓得瘫倒在地，下一秒妻子突然向他飞扑而来，冲上前一口咬掉他的手指。另一边呆妈也开始做法阻止邪灵降世，用法器不停地敲打草人，没想到恶魔法力高深，几个回合后竟败下阵来。另一边巫师带着众信徒来到姑妈家里，他们把姑姑请上吧台大叫，浩浩荡荡地走在荒郊野外。到达指定地点后，给姑姑套上红绳，然后身穿白袍缓缓地向祭坛走去，准备在这里进行最后一场法事。很快阿呆三人组也来到此地，正好看到巫师不停用香火抽打姑妈，企图召唤邪灵重返人间，因为他身上早就被刻下一个巨大的法轮，作为邪灵降生的标记。随后姑妈以诡异的姿势爬向祭坛，可到达祭坛中央却突然瘫倒在地。此时羽凡就像中邪一样魂不守舍，被信徒抬起后缓缓地走向祭坛。原来他才是恶魔选中的最佳人选，而阿呆和小帅则被套上红布准备献祭给恶魔。只见法师划开阿呆的手腕，将血液收集到罐子中。原来那晚参与过化劫仪式的人都是他们精心挑选的祭品，把他们的血液混合到一起，就可召唤天下至阴至毒的妖怪。随着血液灌入羽凡口中，姑姑终于恢复了神智，终于发现自己中了恶魔的圈套。从一开始他就没想着帮自己复活女儿，而是利用羽凡的身体重返人间。法师看到邪灵降世，赶紧上前祈祷，请求上仙帮自己化劫，完成心愿。没想到恶魔却突然反悔，一把掐住巫师的脖子，当场饮恨吸毒。这时阿呆的麒麟臂再次显灵，挣脱束缚后立马冲到恶魔面前，企图将他从羽凡的体内赶走。结果由于无法忍受剧烈的灼烧，被对方一把抓住心脏，钉在空中。紧急时刻，阿呆的父母赶到，用圣母像将法阵破坏，然后来到儿子面前帮他疗伤。就在这时，邪灵出现，准备从背后偷袭。呆爸发现后及时上前拦住，母亲立马激活七星剑，准备将他彻底铲除，结果被阿呆一把拿下。他不想失去自己心爱的女孩，让父母先行撤退，自己用麒麟臂与邪灵对抗。恶魔再次使出抓奶龙爪手，握住阿呆心脏。你不要我的！拜托，你这一次帮我把他赶出王凡的身体，拜托！最终邪灵被成功逼退，两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。阿呆终于鼓足勇气向对方表白：王羽凡，我喜欢你。的脸上，你和我青春的约定，却忘了放开我。
电影最后，姑妈为自己犯下的错感到难过，不该随便把生辰八字交给他人。没想到丈夫的一番话却让她寒毛耸立。新一轮的捉死之旅即将开始，为化解第二步埋下伏笔。跟你说，我找到别的方法了。